很轻。喂，阿婶，哎，我问你啊，我刚刚放在桌上那一粒豆沙包嘞？阿顺哥哥，我的还没有喝完的珍珠奶茶呢。喝完了啦。哎呦，你每次这样的。我看到没有人嘛，我为了要省钱，哎，你们知道吗？我孩子快出事了，我的钱都快用完了，怎么办？我这辈子都没办法退休了，完蛋了！我很亮啊，干嘛？大哥，你穿的好正式哦。我告诉你们，真是贫穷限制你们的想象。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不要那么悲观，早打算是对的。但是钱不是省的，要赚的。怎么赚钱？大哥教你。哎呀，你们两个都太累了，像我这样要吃什么喝什么，尽情的享受，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对不对？对不对？要省钱，要赚钱，要花钱，钱。才不怕退休，做好准备不用愁。有句俗语说得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会理财，财自然来。我们8集的财不怕退休会通过游戏来教大家怎么理财有方，退休不慌。要先做好准备，等到退休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过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好，节目一开始马上给大家介绍呢，每个星期会在节目里分享他们的理财方法，而且会为我们出考题的理财包打听。欢迎阿钱、阿省，还有阿花。第一期节目呢，来挑战我们的理财王的2位嘉宾是雅慧，欢迎。Hello， 大家好。还有黄世南，欢迎。大家好。最后呢，是会在节目里为大家解题，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退休不慌的理财专家 Jolin， 欢迎。大家好，嗨。那第一集呢，我们的主题是做好计划，好退休。好，如果有一天退休了，花费上会有什么调整吗？2位，请看看你们的身旁有一个板子，要你们填写的项目有伙食费啊、交通费、水电费，还有日常用品杂费、医药费、娱乐费，还有其他。其他好像买衣服啦、美容啦。哦，对 You know what I mean？ 呀，明明老了才需要去打舞蹈，很难说，对。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吗？当自己退休的时候，在这些花费上会花多少钱呢？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真的。是男女也没有想过吗？你们的年龄相差这样多。现在孩子还在求学啊，在关心孩子的这些求学的东西等等，有道理。还没有想到退休啊，还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我相信很靠近了，所以上这个节目也真的很好。想一想吧。好，如果有一天退休了，花费上会有什么调整吗？那请问我们的理财包打听啊，如果有一天你们退休的话，你觉得1个月伙食费会花上多少钱呢？开玩笑，对我来讲打底2000。哇！因为到了一个年纪啊，别的都可以省，伙食不能省。为什么？吃一定要好的、有机的、营养的，还要补充高蛋白的，还要买名牌的。所谓名牌就是保证有质量。哇！所以阿省你应该是很省的。对，我应该是0啊，因为我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就好了。挺会算的嘛。那阿花会怎么花你的钱？能吃是福嘛。那一餐呢就算100块，那1天就3餐加宵夜，1天400，然后呢1个月就是30乘400，多少？30乘400，睡着了。12000。怎么可能？你要乱讲。差不多1万块这样啊，因为我是很奢侈的生活嘛，对不对？但只要你可以负担得起你的生活要求的话，那是最幸福的、最快乐的。好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雅慧跟世达你们退休之后的每月费用填写的怎么样？这是我的每个月总数2100，我的是2500，我个子比较高一点，它需要多一点营养。所以你们的伙食费是怎样算呢？1000。小时候我吃云吞面哦，2块钱一盘，现在已经5块钱了。所以你看我退休的时候已经60多，如果一天吃3餐的话，差不多要1000块。哇，他好聪明，他已经会有 inflation 的嘛？物价高涨了哈。我觉得600块就够了，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在饮食方面要清淡为主，其实1天2餐就够了。OK， 所以那个交通费啊，好像都很少哎，100、150。70岁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没有驾驶执照了，那么你只能搭 MRT，加上如果你是 senior citizen，
政府给你优待。其实这样看下来，两位的费用计算呢，还是蛮保守的。九令觉得退休之后每个月我们大概需要多少的生活费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安稳呢？首先，我们也得问自己，到底我们的理想退休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到了退休，他们要享受人生，追求之前没有时间追求的梦想。可是也有些人说，我和我的老伴简简单单这样过一日的3餐，在熟食中心解决。所以人各有志嘛。如果这是我的理想退休生活，每月的耗资是多少？为了帮助我们比较准确的计算，我们其实是可以到公积金网站利用那个退休计算器 Retirement Calculator， 它会帮我们比较准确也比较仔细的估算，到底我们需要多少资金来维持我们的理想退休生活。所以也会，如果你希望你以后退休的生活比较奢侈一点，好，年轻人都要好好的努力，多存钱。是的，对对。谁是理财王？游戏规则：每位嘉宾各拥有5枚金币，3道问题答对就可以获得金币，答错必须挑战翻身题，只要答对翻身题就可以守住金币，答错则要交出金币。3关过后，拥有最多金币的嘉宾就是这一集的理财王。等一下呢，我们的3位理财包打听就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理财方法。2位嘉宾必须从他们3位里面选出最正确的答案。 OK， 我们这里呢有4个 Money Sense 理财有方的钱包啊，2位可以各选一个来代表你们进行游戏。我就选这个吧。我就选你旁边这位。谁是理财王？挑战开始。哎呦，按，哎，手痛吗？来吹。哎呦，这个不是收银机按下去有钱出，对呀这个按坏来花钱买的。对耶。不是，我孩子快出世了，他吃的用的，我都要一路帮他安排到他大学毕业了。那怎样？我来安排啊？不是，我看现在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啊，要等到孩子独立后呢，才可以安排自己的退休计划。哎，等一下，这个不对哈。退休计划要做吗？要做，但是等到孩子独立啊，你5、60了都晚了。退休计划要早做，知道怎么做吗？不知道。大哥教你。我觉得你们都错了，我们应该活在当下。你也太悲观了吧？我问你会辞职吗？如果你一直有工作的话，就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公积金啊，不然那个退休户头为什么叫退休户头呢？对不对？对不对？对什么对？重点是计划。好，刚刚那个就是第一题哦，价值1枚金币。如果答对的话，我会送你们1人1枚金币；如果答错的话，谁就要扣1枚金币。请问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规划退休储蓄？阿钱是说越早开始越好啦，阿婶是说等到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或者是阿花说根本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公积金的退休储蓄就够了。所以为什么一直认为是阿钱大哥？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你要事先在同时进行那种计划，然后你才跟着这个计划有规范的下去。如果你等到后期的时候，比方说我刚才讲阿花讲的，哎，你工作，除非你不要工作，其实可能不是你不要工作，你已经被辞退了，因为经济环境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计划的早是对的。哇，非常完整的回答哦。我就是后悔没有再年轻一点做投资计划。你投资在对的东西，你现在都已经赚蛮多的。但你如果越迟去投资或去规划的话，就有一点太晚了，我觉得。好，总之呢，你们2个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阿钱，正确的答案是，送分题。真的是送分题耶！耶！可是要问一下9令，为什么要越早开始越好呢？原因在哪里呢？那因为如果我们越早开始呢，就等于我们的跑道就越长嘛。越长的跑道，我们就有时间可以让复利效应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财富。比如说吧，如果阿钱他的特别户口目前有10万元的话呢，接着4%的回率。加上复利效应，在20年后，他的10万元就会增加2倍了。这就是复利效应的法则。但可惜的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的。最近呢，其实我们的人力部呢，委托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场调查。所以调查显示呢，我国呢有接近1半的公民与永久居民还未为他们的退休做规划，这是很可惜的。身为国人，我们应该很庆幸，我们有一个公积金的制度。来帮我们做一个基本的退休规划。
如果我们越早开始做规划，我们就有越多时间培养出良好的储蓄和投资习惯，帮助我们累积足够的资金，过理想的退休生活。那我也知道，其实公积金的利息啊，比一般我们存在银行的这些储蓄的利息还要高啊。那请问，如果是55岁以后，公积金的利息到底是多少呢？那我们过了55岁以后呢，是会有4种公积金户头。首先，普通户头，那普通户头给予的回率呢是2.5%，而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还有退休户头各自给予4%的回率。除此以外呢，公积金存款的首3万会给予额外的2%利息，然后接下来的3万会再给予多1%的利息，所以这些利息是相当可观的，更加要鼓励我们越早开始储蓄。OK， 所以第一题呢，2位都答对了，恭喜你们！这里送你们1人1个金币，恭喜！然后请移动你们的钱包，第一关顺利通过，耶，加油啊！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第2道问题。你们看看我的这个包是不是很美呢？我一看见它呢，就一见钟情，知道这个包非我莫属。钟情在那边。你看你是不是只会这一句成语？上次买东西也是这样讲的。你每次乱买东西，拿了薪水就买东西，是不是月光族？你这样下去到退休的时候怎么办？啊，钱大哥，我不是月光族，我是月薪族。我每个月呢只能存37%，为什么呢？因为从我的薪水里面每个月就会自动扣除20%进公积金，那雇主呢就会负责17%。哎呀，我的薪水才那么一点点，怎么存？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而我呢，整个月的薪水都要交给我老婆。我老婆说，每个月的薪水70%呢，要放进银行存啊。哎，我跟你讲，你应该跟你老婆好好商量商量。应该是这样的，每个月呢拿20%去储蓄，然后再拿50%应付日常开销，剩下30%投资理财。这样的话，你每个月不止领200块零花钱了。不可以？万一我老婆生气，我不就完蛋了？哎，完蛋了！哎呀，重点是你会花钱吗？你会花钱吗？你会花钱吗？耶，刚刚这个是第2题哦，价值2枚金币。问题问的就是他们3个人呢，谁的储蓄方法最能够有效的为退休储蓄做好准备？阿花是说呢，每个月只能够靠缴交的公积金储蓄来准备退休金。那阿婶呢是说会将70%的薪水放进银行存起来。阿钱是最厉害的，他觉得呢，薪水的20%是用来做储蓄，30%是拿来做投资，50%呢是应付日常开销。所以这3位里面呢，谁的储蓄最能够有效的为我们的退休做好准备？我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我会省大部分的薪水70%哎，也没有这么多啦，他的有一点太多。可是我觉得3个之中，他的是比较接近我的理财方式的。我还是选阿钱嘛，因为什么？因为阿花讲的是基本上我们都有了。那么阿婶我觉得太省了，70%放在银行，那你不用活了吗？可是如果他一个月赚20千，我的薪水高，还是很多啊。对呀，对，你讲的对呀。不要以为他穿这样就没有钱他这样，可是我还是选阿钱是最适合。你可以看到穿到整身金当当的，对啊当然成功了。我就是这一件。这衣服是租来的，好不好？我换阿钱，你要换阿钱吗？是拿大哥的影响吗？不是啦，他说的也对啦。这么容易被影响。对，2个一起阿钱啊，错。那套夹克哪里买的？我希望我退休要买您那套夹克。对不起，这个是全球限量版，因为投资才有的。OK， 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是阿钱。又是你啦！所以啊，请Jolin来告诉我们呢，这3种方法好像都有陷阱哦，为什么偏偏选阿钱呢？虽然我们认定阿钱是正确的，我们可能在跟朋友交谈或者上网看的时候，他们有提到一个标准的储蓄、投资还有开销比率，20、30、50，或者另外一个比例就是30、30、40。那其实呢，那个标准比例也是要由我们个人的情况而定。在收到薪水的时候呢，马上第一件事应该做的就是将一部分转为我们的储蓄，而我们的建议是20%。那剩余的80%呢，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可能家庭需求来分配做预算。
所以像阿钱这样的安排其实挺不错的。对。如果投资的比例越高的话，那财富的增加不是更快吗？那如果我们的投资比率高呢，我们就得审查投资选项的风险是否符合我们的个人风险承受量。那当然也不要往另外一个极端走，把全部的钱放在银行户口里，比如说好像阿婶的做法，原因是因为呢，我们银行所给予的利息往往跟不上货物膨胀率，长久以来可能我们的资金会逐渐缩小。Jolin会不会建议我们说，银行户口里面要维持多少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吗？我们是建议可以保留3个月或更多的应急储蓄。那尤其是可能比较年长的人士呢，如果他们不幸失业，那又要找回同样职位的工作，就可能得花费多一点时间了。有了这笔应急储蓄金，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应付他们的开支。好啦，那第2题呢，2位也都答对了，这是你们的2枚金币，继续加油！来，请移动你们的钱包，第2关。到目前为止呢，2位是打成平手啊。不过呢，来到第3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现在这个局面。第3题价值3枚金币。好，马上来看看第3道题目。两位来看一下，来，这公寓美吗？怎么样？这 view 怎么样？豪华吗？阿钱大哥，你要买房子啊？对啊，我跟你们讲，我刚拿到3万块钱业绩奖励金，加上这些年我投资股票赚了不少，换一间大的。阿金大哥，你不是刚刚才换屋子吗？怎样？为什么你不要用这3万块还部分的房贷？你看你都不年轻了，等一下退休还不起房贷，不就完蛋了？对呀，3万块钱哪里可以换屋子？那你不如呢投资你自己，买名牌呀，买名表啊，还有一点价值，是不是？你们懂什么？什么完蛋？我跟你讲，房子就是要一直换，从小屋换大屋，从大屋换豪宅，最后卖掉还能赚一笔钱，懂不懂啊？所以一直换，可以赚吗？可以咩？好，谢谢。这个就是价值3枚金币的问题哦。当我们突然间有一笔意外的收入，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运用，才对我们的退休储蓄最有利呢？阿钱是说呢，会利用这笔意外的收入投资房地产；阿省呢是说缴清房贷；最后阿花是说用这笔钱呢买奢侈品，好看又有价值。3个听起来都好像有一点点道理啦。可是你们要想，刚刚谁没有对过哦？可能我就有机会可以站出来。这个逻辑 OK 吗？还好耶，你的逻辑不 OK， 那个逻辑不讲的都是 OK。废话，怎么可能？哪里会废话？很有意义。我觉得如果你买到2手限量版的，然后之后你再投资，还是会赚钱的。不过这是很个别的情况，是这样啊。所以应该投资房地产呢，还是缴清你的房贷呢，还是买奢侈品呢？我觉得阿神吧。谢谢。 2个都选阿省，因为阿省不是省油的灯啊。好对了，我觉得阿婶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对的，因为房贷是负资产，负资产里面包含的那个利息，如果他把3万块还进的利息，他们的无形中这个利息的摊还就减少了。当然，如果我们投资新的房地产是会赚钱，可是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投资。其实你的答案每次都是如此的完整。呀，你也是选阿婶的，雅慧，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们都是5月的宝宝，所以想法是一致的。OK， 给大家揭晓正确的答案哦。吓死人！好了，请问Jolin为什么选择阿省是正确的呢？可能我先谈一下阿花的比较活在当下的立场。其实我也是明白很多人觉得说，如果领了花红想用一部分去可能购买自己想要买的，或者是环游世界。对呀，那是可以理解，也并没错。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以一个储蓄退休金的角度来说呢，也许有点太奢侈了，阿花。要省省哟。对，你虽然善待目前的你，但你也别亏待将来的你，尽量达成一个平衡点。对呀。很好，那来谈一下阿省吧，因为2位都说阿省是对的。一个将接近退休期的人士呢，真的是要尽量将他的债务负担减低。但如果是想提早支付贷款的话呢，必须先查明有没有什么罚金或者是一些提早付款的费用。最后我谈一下阿钱吧。
谈到房地产投资，在新加坡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哦。我们要铭记，房产的价格是有起有落的，那也牵涉到各种的费用，因为条例不断的在更改。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在这方面的投资。还有多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能读到很多报告说，利息估计会上涨。所以如果房贷款的利息上涨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支付能力。而且，即使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动用我们的普通户口来支付房贷，那你别忘了，如果我们过度用我们的普通户口存款呢，这也会影响到我们退休的需求。所以Jolin刚刚你提到说，如果我们用公积金买房子，会减少我们的退休储蓄。那如果我们决定卖屋子了，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如果我们动用了我们普通户头的资金来购买屋子，当我们把房子售卖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在计算会得到的销售款项之前，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得把那个应计利息归还给我们的公积金普通户头。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呢？我们假设吧，如果一个人他用了他的普通户头的10万块来购买他的房子，那如果他没动用这10万块呢，这10万块就会在他的公积金户头里面帮他赚取2.58%的利息，所以到时他售卖这个屋子的时候呢，就必须把本金连同应计利息归还给他的公积金普通户头，就等于来说，当他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呢，他的公积金普通户头就可以恢复到原来应该有的存款，而这笔款项呢，也就是为了要助于他的退休需求。好了，我们的问题问完了，那么没有一道问题是难得到你们的哦，恭喜恭喜！第3道题价值3枚金币，来送给雅慧，谢谢。好，送给世南，谢谢你们2位呢打成平手嘛，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理财王就是2位，世南还有雅慧，恭喜！今天呢，整个节目下来，你们印象最深刻的理财知识是什么呢？要会投资，投资的当然要会省钱，省钱的当然要会花钱，所以钱省花都要 balance 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非常好。所以世南，其实我觉得财富是身外之物了，不过我们生活上一定必须所需要的，在现代生活，所以在处理这个财富方面，你要取得一定的平衡。我们要以一个正常的那种生活上的需求来做一个投资，那就会比较准确。谢谢2位。最后有请Jolin再给我们一个退休不慌的贴士好吗？好的，那还没开始做理财和退休规划的朋友，请别担心，因为退休规划不怕太早，也不怕太迟。那欢迎您参加由理财通识学院所免费主办的理财退休课程，学习如何为您的理想退休生活做准备。好，谢谢Jolin。理财不怕迟，希望观众朋友们看完这一集的节目之后呢，可以开始想想以后我要过怎么样的退休生活，还有以后我需要准备多少的退休储蓄呢？让我们一起理财有方，退休不慌，财不怕退休。我们下周再见。